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今天啊，各国头条都可能报道了这个消息。墨西哥众议院12号举行了一场破天荒的公开听证会。不明飞行物调查专家叫 HIMARS 当场展示了2具据称已经有1000年历史的外星人遗骸。这就标志着墨西哥成为世界上第2个公开谈论和承认外星人存在的国家级机构。那这场不同寻常的听证会是让墨西哥国会成为继美国国会之后第2个公开谈论和承认非地球生命存在的国家级议会。那我们在1个多月前讲过这个地球上外星人存在的这个视频，所谓美国国会有一个退役的 F-16 飞行员在国会作证，说他们驾驶飞机的时候看到不明飞行物，而且呢飞行路线诡异等等，曾经引发了这个大家的热议。那实际上这次听证会的主角就是叫 HIMARS， 他是一个民间不明飞行物和外星人的研究爱好者。在这次标题为异常未识别现象公开听证会的论坛上，他携带了2具在秘鲁秘鲁库斯科的一处硅草土矿内发现的做成木乃伊，并放到这个玻璃棺中送到墨西哥国会展出。这些生物体型是比较小，手脚呢类似人类，但所有的肢体只有3根手指头或者是脚趾，这是和地球人最大的区别。这些标本呢被称为纳斯卡木乃伊，据称它们和地球上任何已知的物种都不匹配。DNA 至少3具木乃伊出生前就没有骨骼的。这次墨西哥国会的这种历史性的举动无疑代表这种历史性的进步使墨西哥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成为第1个公开谈论和承认外星生命存在的国家级机构。那和美国国会不同墨西哥国会展示了这个所谓超凡智慧生命存在的实物证据。那 HIMARS 这个人还重申墨西哥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了前列。这个听着是不是很熟悉墨西哥外星人看起来是站起来了，站起来也是人家秘鲁的外星人好不好不久前这位民间爱好者呢还公开过一段视频这个视频里边显示墨西哥空军它的红外线摄像头拍下了11个异常未识别的飞行物。那最后这位不明飞行物专家遗憾地表示呢，尽管存在某些现在这些证据，但是呢五角大楼还是不允许深入调查这个课题等等。消息呢很简短内容呢是很丰满。我第一好奇的是这个报告人这个 HIMARS 他有什么学术背景，他过去做过什么重要的外星人研究工作呢？我是不会西班牙语所以关于这个 HIMARS 的背景资料我这里没有更多的细节。根据报道呢，他是一位不明飞行物的调查专家这次携带的外星人标本去参加墨西哥国会听证会。他过去可能已经进行过大量的关于外星人和不明飞行物的研究工作，并且在这个领域是有一定威信的，所以呢才会被墨西哥国会邀请就这个议题发言。目前我在谷歌学术和 Archive 上没有看到过他的论文，没有他的研究信息。那没有论文，没有数据，这就意味着他不太可能被主流圈子所接受。不过话说回来，有研究外星人的主流科学圈子吗？说的有的话那也都是各大国的这个秘密机构，你说是吧？所以呢，看了墨西哥国会的这个报道特别是看到 DNA 这个字眼，我就突然冒出一种出离的愤怒你懂的当科学的检测被用来愚昧人们的时候我就没来由的这个怒火中烧在过去1年里呢，太多的 DNA 魔术发生。当然了，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所以如何不掉入 LK99 事件中的一眼假、一眼真这个陷阱，就需要我们客观理性的分析。比如这个报告中所说的非人类 DNA 是如何检出的？做成木乃伊的遗骸还能做出 DNA 吗？有什么办法能让普通人们相信这个 DNA 检测没有作假，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或者其他目的？
所以啊，墨西哥议会的这个外星人闹剧存在很多疑问。第一，报道中啊没有详细的说明是如何从木乃伊遗骸中提取 DNA 的。古老的木乃伊的 DNA 通常呢质量很差，需要使用特殊的提取和扩增技术，所以 DNA 的检测的可靠性还需要进一步证实。这个很难吗？其实只需要一部手机，你跟拍就可以嘛。有人说你咋知道人家没有啊？有的话哪怕放个片段也可以啊，是吧？第二呢，报道啊简单的声称 DNA 和地球上任何已知生物不匹配，但没有给出比对分析的详细数据，这个结论呢也相当没有说服力。你不要说经常看我们这些科普节目的高级观众了，就算是低级韭菜可能都有疑问。毕竟这2年啊，有关地区特别是苏北人中的 DNA 检测呀和匹配，让大家都有了这些基础知识的这个储备。所以啊，为了让公众相信结果的真实性，建议 DNA 检测呢用多个独立实验室进行复核，并公开检测结果，说明实验流程和数据分析的方法接受同行评议。另外啊，也可以将提取的 DNA 与已测序的各种物种的基因组数据库进行广泛比对，列出详细的相似性分析报告，有力的证明它不属于地球生物。当然啊，如果墨西哥人有信心，不怕丢人，知道自己的证据是真的，他们大可让不同国家的实验室共享样本并重复检测，就可以避免检测结果被单一机构的操弄这个嫌疑。最后啊，研究人员本身也应该公开可能的利益冲突声明，以示科学态度的公正性。你要说研究人员和外星人有啥利益冲突啊？你看看 too young too simple 了，是吧？LK99不就是个例子吗？研究人员公开利益冲突声明考虑的因素可以包括但不但限于第一，是否持有或者收到某些与事件相关公司的股票或其他形式的报酬。这些公司可能包括呢，运营相关考古项目的公司提供 DNA 检测服务的实验室或机构，生产或销售相关纪录片、书刊的媒体公司，生产或销售与外星人或超自然相关商品的公司。如果研究人员持有这些公司的股票或获得其报酬，都有可能影响到研究的客观性。第二呢，是否出于追求个人名誉或政治目的而夸大研究结果。我个人觉得墨西哥的这个外星人遗骸事件，这一点需要相当的关注。我觉得他们就是为了吸引眼球，从而达到其他的政治目的。第三呢，你是否收到某些组织或个人的资助？这可能影响研究方向或结论所以公开声明呢，可以让外界更好的判断研究科学性和中立性。当然像利益冲突这种高级东西，由于地球发展的这个不均衡在很多国家还是天方夜谭。那我个人认为墨西哥确实还比较难以达到这个高度墨西哥在靠谱国家的排行榜里边还是不太靠前的。其实呢，这个就和 LK99 是否超导的是一类问题。比如说如何可重复的验证，或者你能否提供独家证据，比如样品比如顶级期刊的发表，证明某种超导性的 LK99 它满足，是吧？或者你啥都不说，直接工业化，让它进入我们的生活，让我们享受到室温超导的便利，一切都迎刃而解。所以墨西哥国会的外星人遗骸事件，它能让其他国家验证 DNA 吗？它能在天文学生物期刊上刊发相关的对比数据吗？是吧？能让外星人现身说法，成为我们地球人的网红吗？所以你看我们一分析就知道 DNA 检测结果是最关键的，需要更透明的科学流程和数据支撑，才能让公众相信这不是哗众取宠，并对外星人生命存在形成共识。这就需要各方科学家的共同努力，而不是政客的操弄。当然了，如果这是真的，也许这是一个能团结地球人类的一个关键节点。毕竟在后疫情时代地球上的各大势力分裂加剧，按照各种星际小说的这个文明级别，没有走出太阳系，没有成为跨行星生物的地球人连第一等级的文明程度都没有达到，属于随时可以抹去的文明。所以这个消息如果是真的，我感觉是极大利好 SpaceX， 毕竟他们想跨出那一步
好的，这就是我们对墨西哥国会展示外星人遗骸的分析。您觉得有外星人吗？墨西哥展示的外星人遗骸是真的吗？如何能说服你相信这一切都不是虚幻的？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你可以评论啊，再见。